BBC 报道，中国是使用的阴间滤镜臭名昭著。这家公司的驻华记者沙磊就是始作俑者之一。从疫情源头到中国当年，那些劣迹斑斑的涉华虚假报道，不少都出自此人之手。目前 BBC 和其本人证实，沙磊已跑路到台湾。中国外交部接连2天回应相关问题，发言人华春莹表示，沙磊的不辞而别是非正常离任，因为他没有履行一个外国驻华记者离任前应该履行的手续。在沙磊非正常离境这个问题上呢，一些人纠集，上演了一出闹剧，堪称黑白颠倒、以偏概全、倒打一耙的经典案例。沙磊在没有通知中方主管人员和没有履行任何常驻记者离任手续的情况下不辞而别。BBC 公司和沙磊本人周三证实了相关消息，并开始了受害者表演。BBC 在推特上发布消息称，沙磊已离开北京，移居台湾，并妄称沙磊的工作暴露了中国当局不想让世界知道的真相。沙磊周三接受采访时称，他因为太危险而离开常驻9年的北京。他还污蔑称 ，BBC 和他本人在中国面临全面的宣传攻击，面临法律诉讼、大规模监视和恐吓的威胁。对于 BBC 和沙磊本人的这一说法，华春莹周四表示，如果沙磊真的确信自己没有任何造假造谣的行为，他应该去坦然面对应诉。中国依法治国，不会冤枉好人。如果他确实担心安全问题，他也完全可以报警，中方有关部门依法保障在华外国人的安全。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但是他跑什么呢？为什么如此仓促地离开中国？他担心什么？害怕什么？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心虚。沙磊虽然没有遵守中方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离任的手续，走了也就走了。问题是反咬一口，倒打一耙，不但自己咬，还纠集了 BBC 和所谓的 FCCC 发声明，摆出了一副受害者的架势，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华春莹提到的 FCCC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是一个中方从未承认的非法组织。在沙磊仪式上， FCCC 发表所谓声明称，中方对驻华外国记者进行了人身攻击、骚扰和恐吓，阻碍他们的工作。对于相关说法，华春莹摆事实、讲道理，用大段内容进行回击。首先 ，FCCC 组织成员不到全部驻华外国记者的一半，其实就是欧美几个国家记者的小圈子。其次 ，FCCC 声称沙磊过去2年记者证的有效期只有几个月，家庭生活不安定，反映了外国记者环境恶化。事实是，绝大多数驻华外国记者都持有1年有效期的证件，很多外国记者在中国生活了、工作了10几年，甚至30年以上。根据他的声明，沙磊全家在中国都已经9年，他的同为记者的妻子也一直是1年有效期的记者证。那么如果中方真的威胁了他，他全家怎么能在中国待上9年呢？还有，他们知道所有中国驻美国记者的签证有效期都只有3个月吗？他们知道所有中国驻美国记者现在必须每3个月重新递交一次签证申请，并且每申请一次就要多付$455吗？相比之下，外国记者在中国应该感到幸运，对此他们心知肚明，但却装聋作哑。实际上 ，FCCC 这份声明不仅谎话连篇，连撒谎都粗制滥造。声明一方面声称沙磊是自己离开，另一方面又声称沙磊被中方驱逐，前后说法不一，完全自相矛盾。这个 FCCC 的声明还称，沙磊离开将造成外界对理解中国努力的损失，此话差矣。没有了这个人的恶意造谣和虚假信息，外界了解中国将更加客观、真实、清朗。实际上，在 BBC 涉华假新闻问题上，中方才是受害者。BBC 近年来在涉华问题上，特别是在涉疆问题上，炮制了大量不道德的假新闻和虚假信息，不仅新疆部分民众的利益受到了直接的损害，而且对中国国家形象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去年3月，当疫情在中国逐步得到控制之时，沙磊专访世卫组织驻华代表高丽，无视 WHO 对中国抗疫成绩的肯定，采用诱导性、钓鱼式的方式提问，企图把高丽博士带进沟里。在把戏被高丽博士当场拆穿后，沙磊通过编辑剪辑断章取义，企图把全球疫情流行的帽子扣在中国头上。
今年1月，沙磊在 WHO 专家来华开展新冠溯源研究前夕，又企图通过不实报道向专家施压，恶意煽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敌意。在相关报道中，沙磊妄自断言疫情原点在中国，还煞有介事地发布一段警方反恐演练中用网蒙头拘捕暴徒的画面，妄称这是中国防疫部门在疫情期间暴力执法、侵犯人权的证据。结果视频没处理好，反恐演练的标语赫然在目，自露马脚。对于新疆话题，沙磊更是如同打了鸡血一般，不遗余力地攻击、抹黑、造谣。2019年5月，沙磊带着预先编好的剧本跑到新疆采访教培中心，一路上对着铁门、围墙、交通摄像头甚至厕所猛拍，积累新闻素材，然后费尽心机剪辑拼接，再配上恐怖电影音乐和臭名昭著的阴间滤镜，刻意营造阴森氛围。去年11月，沙磊故技重施，审讯式提问大众公司中国区负责人。I can assure you, we do not have forced labor. We employ them directly. 在被采访对象表示不存在所谓强迫劳动后，沙磊提出奇葩论点。Would say that for any company there would be serious issues about operating in Xinjiang, but for Volkswagen in particular, because of your roots in Nazi Germany, there is a special moral obligation. 沙磊还用二战道德绑架企业，将自由勤劳的维吾尔族工人比作遭受纳粹强迫劳动的犹太人，逼问负责人为何仍不撤离新疆。Why do you have a plant, given that context? 去年12月，沙磊参与制作 BBC 涉疆报道《中国脏棉》，无视新疆棉花行业早已普及机器采摘的事实，无视中国官方反复澄清，无视新闻媒体基本道德，公然宣称新疆棉花行业存在强迫劳动。在采访过程中，沙磊在没有事先提出采访需求，并不具备任何证件的情况下，企图强行闯入工厂，遭到拒绝。他也将此作为中方阻挡采访的证据。他们没有任何的一个身份证明，正常情况下没有啊。此外，早在2017年，沙磊就以报道高科技监控设备之名骗访贵阳警方治安监控系统。沙磊以测试中国天网系统有多灵敏之名，把自己的面部信息交给警方，让警方测试多久能抓到他。结果7分钟，沙磊就被系统识别。但没想到，沙磊紧接着就在这段采访后嫁接了一段所谓采访，误称天网系统主要目的不是打击犯罪分子，而是被中国政府用来打击反对政府的声音，监控所谓意见人士，令人大跌眼镜。纵观过往，沙磊无论是在报道新冠疫情，还是在新疆问题上的新闻操守都成疑。近期，一些新疆民众和实体因为沙磊的涉疆假新闻利益受到损害，打算起诉沙磊，因此沙磊此次离开北京的时机也颇耐人寻味。深圳卫视梳理发现，从2018年开始 ，BBC 就开始了对新疆教培中心的报道。从那时起 ，BBC 使用的全是负面词汇，而且编造谎言进行抹黑的程度越来越恶毒。而 BBC 报道中涉及人物，要么具有浓厚的反华色彩，要么专业或其他背景有明显漏洞。例如，受访人物郑国恩就是最近被列入中方制裁名单，以反华为营生的所谓学者。在周3的记者会上，外交部播放了一段视频。视频中，居住在中国的视频博主、前英国媒体人巴里，在社交媒体上揭露了西方媒体炮制涉疆假新闻的真相。I worked for a newspaper in England, in Britain, and where the media gets its stories from. The media's main source of information is a man named Adrian Zenz. The BBC asked me if I could find something, and I told them no. It's too difficult, it's too hard, there is not enough evidence. The BBC later approached Adrian Zenz again with a commission.Which means the BBC were, are, and have paid Adrian Zenz to find something. 华春莹指出，这个视频验证了什么是谎言链条。他强调，中方始终依法依规保护外国记者在中国正常采访和工作的权利，也一直努力为外国记者在华生活和工作提供便利和协助。中方反对的是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反对的是借所谓新闻自由炮制假新闻，反对的是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